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次要来深入探讨你提供的这些资料，主题是 AI 代理人。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对 AI 的印象可能还是停在像 ChatGPT 那样，就是个聊天机器人。对，你问一个问题，他给你一个答案。没错，像个超级聪明的计算机。但你给我们的这些资料显示，AI 现在好像，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没错，这是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你可以这样想，过去的 AI 比较像是工具，你必须很精确地告诉他每一步要做什么。但现在的 AI 代理人更像是你的第一个实习生，你给他一个目标，他会自己想办法去完成。从工具到实习生，哇，这个比喻很棒。所以我们这一次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这个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对，我们会从你提供的资料中来解析 AI 代理人到底是什么，他们在真实世界能做些什么，然后当我们开始管理一个 AI 团队的时候，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挑战。没错。好了，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些资料吧。好，那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到底什么是 AI 代理人？它跟我每天在用的 ChatGPT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根据经济学家 Anton Korinek 的一篇论文，代理人跟聊天机器人最大的不同其实就在于自主性。自主性？对，聊天机器人是被动的，你问一句，它答一句，但代理人是主动的。主动的意思是？意思就是说，他们不只会给你一个答案，他们会自己把大问题拆成好几个小问题，然后自己上网找资料、跑程式码。如果发现这条路走错了，他还会自己修正，再试一次。哇！所以它是一个结合了大型语言模型、规划能力、记忆体，还有外部工具的一个完整系统。它的目标是追求一个很复杂的结果。我懂了。所以差别在于，我不是给他一个问题，而是丢给他一个专案。说得非常好。这引出一个很棒的比喻，就是来自心理学家康纳曼的那个理论——快思慢想。对，快思慢想。传统的聊天机器人就像是系统一的快思维，反应很快，凭直觉，但他不会回头去检查自己的答案合不合理。而最新的代理人更像是系统二的慢思考，他们会花更多的时间，有时候甚至是好几分钟，来分析问题、规划步骤、自我批判，确保整个逻辑是严谨的。慢思考听起来好像比较花钱，也比较花时间，但我想这也代表他们能处理更复杂的任务。没错。资料里有个关于经济学的例子，我觉得超惊人。他分析了美国过去25年的贝弗里奇曲线。对，那个例子。这基本上就是一张图，用来看职位空缺和失业人数之间的关系。但他分析出来的结果非常专业。对，那个例子完美的展现了慢思考的微类。那不只是简单的数据视觉化，而是真正的分析。他不只是画出了图表，还做了分析。他看到了什么我们一般人可能没注意到的东西。这就是最厉害的地方。他自动把这25年分成5个不同的经济阶段。5个阶段。对，首先他指出2002到2007年是扩张期，那时候劳动市场运作得很顺畅。然后他标示出2008到2009年的大衰退，那条曲线明显向外移动。那代表什么？代表职位变少，找工作的人变多，整个市场的效率变差了。OK， 这听起来还算直观，但接下来的分析就更厉害了。没错，他特别指出了2020年疫情的冲击，图表上出现一个巨大的顺时针跳跃，失业率和职位空缺率竟然同时飙高，这在经济学上是非常不寻常的现象。哇！最后，他分析了2023到2024年的冷却期，发现经济是沿着一条新的、效率更差的曲线在下滑。所以他连趋势都看出来了。对，而且基于这些观察，他甚至还提出了政策建议。等等，他自己提出了政策建议。对，他说政府可能需要冷却总需求，或是采取结构性措施来提高劳动市场的配品效率。这有点扯这已经完全是一个初级研究助理在做的事了。没错。OK， 所以 AI 代理人可以像个经济学研究助理，这很厉害啊。但对我们一般人的日常工作，比如说写程式，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吗？当然有。Rumenauta 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实际的概念，叫做平行编码。
平行编码。对，传统上啊，工程师需要一大段不被打扰的所谓的心流时间来专心写程式，但现实是你总会被会议啊、紧急讯息啊打断。我完全懂，那些零碎的时间真的很难利用。平行编码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工程师在开会或处理其他事情的时候， AI 代理人可以在背景中继续推进工作。比如重构旧的程式码，产生测试案例，或是更新技术文件。这样一来，工程师那些零碎的时间就转化为实际的进度了。资深工程师也能更专注在更重要的架构设计上，而不是那些很机械式的修改工作。等等，你给我们的其中一份资料，有个开发者分享了很实在的成功率数据。他说，大概只有10%的情况下，代理人能一次搞定，完美无瑕。对。然后有40%的情况需要大量手动修改，还有20%是完全搞错方向。这样加起来超过一半呢。这样真的还能省到时间吗？我有点怀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最务实的怀疑。对啊，账面上看起来成功率很低，但关键在于，即使在那70% 不完美的情况下，代理人处理了所有前期的准备工作。对，他帮你找到了所有相关的档案，写好了基础的样板程式码，设定了测试框架。我自己就常常遇到这种情况，教他帮我重构一段程式码，回来一看，他写的乱七八糟，但他至少帮我把所有相关的档案都找出来了，光是这样就省了我半小时的枯燥搜寻。OK， 我懂了。所以价值不在于他能完美完成任务，而在于他能帮你开始任务，把最烦人的前置作业处理掉。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在其他领域也一样吗？比如金融业？完全一样。资料里提到一个叫深度研究的应用，代理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浏览数百个网络原因，为你生成一份带有完整引用的综合报告。另外，还有一个叫 Finance Agent 的评测基准，专门测试代理人处理金融分析的能力。目前像 GPT-4o 或 Claude 3 Opus 这些顶尖模型，准确率大概在 56.55%。56.55%，这听起来还是很像它有一半的几率会出错。你可能会觉得这听起来不高，但你要知道，这些金融分析任务是非常琐碎又复杂的。比如其中一个任务是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也就是 SEC 的网站，在一份几百页的财报里面找出 Netflix 在2024年第4季到底回购了多少股票。天哪，这光听就觉得很痛苦。对不对？这种任务连初级分析师都常常出错或花上大半天，所以这代表的不是 AI 已经完美，而是它已经能在这些高难度、高价值的领域帮上大忙了。OK， 顺带一提，答案是11658027股。哇，他能直接找到这个数字。OK， 我开始理解它的价值了。资料里还有一个更疯狂的例子。Google DeepMind 的 Dreamer 4代理人在 Minecraft 里挖钻石。那个超酷的。这听起来像在玩游戏，但背后好像有很重大的意义。没错，这可能是所有例子里最酷的一个。他的惊人成就是在完全没有亲手玩过一次 Minecraft 的情况下，一次都没玩过。对，是靠着观看大量人类玩家的游玩影片，就学会了如何在游戏里从零开始，一步步合成工具，最终挖到钻石。太扯了！所以他从来没有玩过，只是看别人玩就能学会挖钻石这么复杂的任务，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这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证明了 AI 可以在想象中进行训练，而不需要在现实世界中反复试错。在想象中训练？对，它在脑中建立了一个世界的模型，然后在那个虚拟模型里进行模拟和规划。这对于训练机器人从事家务或工厂任务，就是那种有高风险的实体工作，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了解。你可以让机器人在模拟中练习10000次，直到完美，然后才在现实世界中第一次执行，这样就大大降低了风险和成本。OK， 所以一个代理人就像一个越来越能干的实习生。那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似乎就是雇一个 AI 团队啦。没错，资料里提到的多代理人系统就是这个概念吧？正是如此。
与其训练一个什么都会但什么都不精的通才 AI， 不如组建一个团队，让每个代理人专注于一件事情，然后彼此协作。肯尼里卡的文章里举的那个处理客户账单问题的例子，我觉得说明得非常清楚。你可以帮我们拆解一下那个流程吗？当然，你想象一封客户抱怨账单出错的邮件进来了，系统会启动一个团队。首先，一个分诊代理人会读取邮件，判断说 OK， 这是账单问题。然后他把任务交给下一个，也就是客户资料代理人。这个代理人会去公司的资料库里调出这个客户的账户资讯和付款历史。接着，账单代理人接手，他会分析具体问题，计算出需要退款的正确金额。哇，分工好细。对。最后，一个沟通代理人会根据前面所有的资讯，起草一封个人化、有礼貌的回复邮件，交给人类客服做最终确认。这样分工听起来超级有效率，所以肯定是代理人越多越好，对吧？直接组建一个大团队来解决问题。这正是大家最容易掉进的陷阱。Google 和 MIT 的一份最新研究就给这个想法泼了一盆冷水。他们发现多代理人系统的表现极度不稳定。极度不稳定？对，有时候比单一代理人好上81%，有时候却反而差了70%。这个波动太大了。哇，差这么多，所以人多不一定好办事 ，AI 也一样。那到底什么时候该用团队，什么时候不该用？研究提出了一个很有用的经验法则。如果单一代理人解决这个任务的正确率已经超过 45%， 那硬要组建一个团队，通常不划算。为什么？因为沟通和协调的成本会拖垮整体效率。团队合作的优势在于可以并行处理的任务，比如大家分头上网做研究，但在需要循序渐进、后一步高度依赖前一步结果的任务上，比如规划在 Minecraft 里合成物品的顺序，多代理人反而会因为七嘴八舌而表现更差。这关键不在于代理人数量，而是在于如何组织他们。那份叫3AI 管弦乐团的资料，好像就在谈这个吗？完全正确。他提出了几个让 AI 团队有效运作的关键，其实跟管理人类团队的道理很像。怎么说？第一，要有明确的领域边界，每个代理人专心负责自己的领域，不能越权。第二，也是最重要的，要有明确的交接协议。交接协议？对，当一个代理人完成工作后，他不能只说一句“我做完了”，而是要用一个标准化的格式，把成果、发现和遇到的问题清清楚楚地交接给下一个代理人。就像工厂的生产线一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岗位，也知道要怎么把半品交给下一站。没错，这也带出了我们需要面对的挑战。这些系统听起来很美好，但现实中肯定充满了各种隐藏成本。你说到重点了。在 Latinote 社群的讨论中，有位开发者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协调成本是行销材料里永远不会告诉你的部分。哈哈，很真实。对，当你有多个代理人合作时，你需要在每个交接点设定大量的错误处理和验证逻辑，不然一个环节出错，整个流程就崩溃了。所以这根本不是设定好之后就能完全放手不管的系统。绝对不是，你不能让他们完全无人监管。现实中，通常需要一个人类来盯着仪表板，随时处理失败的流程。了解。所以，真正的好处不是完全取代人力，而是让一个人能杠杆化他的能力，监督比以前多3倍的工作量。一个比较务实的估计是，一个稳定运作的系统大概需要一个人监控2到3个 AI 代理人。这听起来更像是增强人的能力，而不是取代人。不过 Koronek 的论文也指出了经济上的隐忧，顶级 AI 服务的订阅费用正在飙涨，这可能会产生智慧鸿沟。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风险。1年前，顶级模型的月费可能是$20，现在某些针对企业的专业版可能高达每月$200以上。哇，差10倍。对，这确实可能导致只有资源充足的大公司才能使用最顶尖的 AI。但好消息是，同时也有一股强大的反作用力，那就是开源模型的兴起。比如资料里提到，中国新创公司 Moonshot 推出的 Kimi K2 模型，
性能据称已经很接近顶级水准，但成本只有 Claude 的1%。1%？对，这种竞争为 AI 的普及化带来了希望。OK，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这对我们的饭碗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份 MIT 的冰山指数研究数字有点吓人呢。是的，那个数字相当惊人。研究发现，单纯以现有的 AI 技术就已经可以自动化美国11.7%的劳动力所从事的工作。11.7%。这影响所及的薪资总额高达1.2兆美元，而且受冲击的应该不只是硅谷的科技业吧？完全不是，这才是研究最关键的发现。受冲击最严重的反而是像人力资源、物流、金融和办公室行政这类看似常规的白领职位。哇！而且影响范围遍及全美国，而不仅仅是沿海的科技中心。这意味着这波变革的广度和深度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好了，今天我们从你提供的资料中看到了一幅非常清晰的蓝图。AI 代理人正从一个被动的聊天工具演变成一个能自主思考、主动执行的合作伙伴。他们能像研究助理一样分析经济数据，像程式设计师一样进行平行编码，甚至能在虚拟世界中靠想象来学习。但真正的挑战其实已经从如何创造出更强大的单一 AI， 转移到了如何有效地指挥一个 AI 团队。从创造者变成指挥家。没错，成功的关键在于协调与管理，而不仅仅是单纯的技术能力。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他们带来的协调成本和社会冲击。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问题来思考。我们今天反复看到，表现最好的 AI 代理人团队，它的组织方式跟高效的人类团队非常相似，角色分明，沟通清晰，共享情境。没错。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未来在工作上是在使用一种更高级的工具，还是在跟第一批非人类同事共事呢？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